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？很多人学佛越久，脾气反倒越大。没修行前，脾气虽然也不太好，跟家里人也会拌嘴，但发完火之后，至少心里还有点惭愧，知道自己刚才态度不好，理亏了。可是你发现没有，有些人念佛修心几年之后，脾气不但没有变小，反倒觉得自己每一次发脾气都是理直气壮的，都像是在替佛理主持公道。老伴看电视声音稍微开大了一点，是在扰乱他的清静。儿媳妇供果摆得不合规矩，是对菩萨不虔诚。子女好心劝一句，您平时念经讲慈悲，可怎么老是在发脾气，却反而被扣上凡夫俗子不懂修行的帽子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在外头对别人客客气气，到了寺庙里也是个逢人便笑的大好人，可是一回到家，对待相处了几十年最亲近的家人，反而句句带刺，处处看不顺眼。佛法本是教人放下执念，变得柔软，可为何佛号越念越多，脾气越长越大，佛堂的香火越烧越旺，亲情却越变越淡？这到底是佛法不灵，还是修错了一条路？到底是业障在翻身，还是你根本没有把修行落到自己的心眼里？要解开咱们心底的这个大疙瘩，咱们得先静下来，明白一个最底层的道理，那个让你每天烦躁，让你忍不住对家里人发火的东西究竟从哪里来？让你发火的到底是不是佛法本身？要解开这个疙瘩，咱们得先静下心来，明白一个最底层的道理。大家不妨想象一个画面，有一间老屋子，你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几十年，过去这屋子里没有灯，常年是黑漆漆的，你在里面走来走去，觉得挺干净挺整洁的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外面出太阳了，你把窗户猛地推开，或者你在黑屋子里打开了一把强光手电筒，这道光柱往屋里一照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吓一跳，因为你看到光柱里全是在上上下下飞舞的灰尘，满屋子都是脏东西。这个时候你能说是这道光，是这把手电筒制造了灰尘吗？当然不是，阳光没有制造灰尘，光只是让原来就藏在屋子角落里飘在空气中的灰尘现出了原形。佛法讲的业障翻身，或者说习气现前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没有学佛没有修行以前，就像是在那间黑屋子里过日子，你习惯性的发脾气，习惯性的抱怨，习惯性的跟家里人争吵，因为大家都生活在无明里，在黑暗中，所以你根本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脾气有多大，你觉得那叫真性情，叫正常生活。后来你开始修行了，每天念一声佛号，就等于在心里点亮了一盏灯。这盏灯亮起来以后，光芒照透了你的内心，最先照出来的就是你心底里藏的最深，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嗔恨心、嫉妒心、控制欲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无明火。所以你念佛之后，突然发现自己脾气重了，妄念多了，这绝对不是你退步了，也不是佛法把你变坏了，而是你的觉照力变强了，你终于能够看见那些灰尘了。可是看清楚了灰尘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危险却往往紧跟着就来了。很多人在灯光下看见了满屋子的灰尘，他不去拿扫把扫地，反而觉得很委屈，他不去反省自己的脾气，反而理直气壮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天大的借口，跟家里人说，我最近脾气大，这是因为我念佛精进了，业障现前了，这是旧业在翻身，你们都得让着我。诸位啊，这叫什么？
这就叫拿修行给自己的脾气撑腰，让嗔心披上了一件佛法的外衣，能看见自己发火，那是业障浮出了水面，发火以后知道惭愧去改过，这才是开始转业。可你如果拿业障现前替自己开脱，甚至要求全家人来配合你的坏脾气，那你就是在随业流转，罪过比以前还要大。我给诸位讲一个佛经里记载的故事。在古时候，有一位修行人，为了躲避世俗的烦扰，一个人跑到深山里，在一个非常清幽的莲花池旁边搭了个茅棚，苦修了好多年。他每天吃的是山里的野果，喝的是泉水，从早到晚就在池子边上打坐，日复一日。他觉得自己已经修得很清净了，心里一点杂念都没有。在他自己看来，他已经是个了不起的高人了，可以说彻底放下了世间的一切贪求。但他心里其实有一个极大的恐惧和执着，只是他自己没发现。他最怕什么？他最怕外面的任何动静打扰了他的清净，他容不得自己的修行环境有一丁点的不完美。有一天下午，天气稍微有些闷热，这位修行人正坐在池塘边打坐，微风吹过来，满池子的莲花散发出一阵非常清淡非常优雅的香气。修行人闻到这股香味，觉得通体舒畅，忍不住就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，心里暗暗赞叹，这花香真是沁人心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像打雷一样的声音，厉声呵斥他：你是个出家修行的人，怎么敢随便偷盗我这满池的莲花香？你的心已经不清净了。修行人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守护这个池塘的池神在说话。被神明这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修行人心里顿时觉得非常委屈。他想，我不就是多吸了一口空气里的香味吗？连花瓣都没碰一下，这怎么能算偷盗呢？这也太严苛了吧。但他转念一想，自己既然在修行，就不该跟神明去争辩。于是他强行把心底的那股火气压了下去，低着头不说话，继续打坐。可是就在他刚刚把火气强压下去没多久，山上走下来一个砍柴的樵夫。这个樵夫光着膀子，浑身都是汗臭味，肩膀上扛着一捆带泥的柴火。他走到莲花池边，根本不管什么风景不风景，直接扑通一声跳进水里。他不仅把池子底下的烂泥全踩翻了上来，把原本清澈的池水搅得浑浊不堪，还顺手连根拔起了好几朵最漂亮的莲花，把那些大莲叶全揉碎了。最后他甚至在水里洗了洗满是污垢的脚，带着一身的泥水大摇大摆地走了。修行人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，他心里冷笑着想，好啊，我刚才只是闻了一下香味，你就骂我偷盗，现在这个粗人把你的池子全毁了，我看你这个池神要怎么用雷劈他。结果呢，池塘周围静悄悄的，那个严厉的池神连个影子都没露出来，一个字都没有责备那个樵夫。这一下修行人心里那团压抑了多年的火气像火山一样彻底爆发了。他这几十年苦修出来的什么禅定什么清净，瞬间全崩塌了。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半空，跳着脚破口大骂，你这个池神，你太不讲道理了，你根本就是欺软怕硬，我天天在这里苦修，就多闻了一下香味，你就骂我偷盗。那个粗野的樵夫把你满池子的莲花都给糟蹋了，把水全弄脏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放，你凭什么这么双重标准？
修行人骂得口干舌燥，愤怒到了极点。这时候慈神慢慢的在半空中显出了身形，他没有发火，只是极其平静地指了指修行人的衣服，说了一段极其通透的话。慈神说，你看看你自己身上穿的是什么？你穿的是一件洁白无瑕的白衣，因为这衣服太白了，所以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粒微小的黑色灰尘落在这件衣服上，都会显得非常刺眼，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刚才呵斥你，是因为你的心本来已经很清净了，那一丝贪恋花香的念头就像落在白衣上的灰尘，必须马上弹掉。可是你再看看刚才那个樵夫，他从头到脚都裹着一层厚厚的臭气熏天的烂泥，就算你再抓一把烂泥糊在他身上，或者他再往池子里扔一把烂泥，根本看不出任何区别。他的业障已经深重到了那个地步，他将来自然有他要承受的惨烈果报。我现在去呵斥他毫无意义。听到慈神这番话，修行人高高举起正指着天空的手瞬间僵在了半空，他心底那团狂暴的怒火就像被浇了一大盆冰水，一下就熄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羞愧，汗水直接把后背都湿透了。他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，表面上是在气慈神不公平，其实根本原因是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修行人，比那个樵夫高尚得多。当自己的高尚没有得到神明的特殊优待时，他心里那份隐藏的极深的傲慢委屈和嗔恨就被彻底激发出来了。从那一天起，这位修行人再也不去追求周围环境的绝对安静了。他知道外面再清静也压不住心里的火，真正的脏东西不再被樵夫搅浑的池水里，而是在自己发脾气的那个念头里。诸位，这个故事你们听懂了吗？你们现在每天在家里念经打坐听善知识，其实就等于正在努力给自己穿上那件白衣。你们的心正在慢慢变亮，觉察力正在慢慢变强。以前你在饭桌上骂老伴，呵斥儿女，你觉得那就是过日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那时候你还穿着泥衣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有了佛法的光，每当你一句刻薄的话顶到嗓子眼，或者心里升起一丝对家人的怨恨时，佛法的光一照，你会觉得这股脾气特别大，特别扎眼，这就对了。这说明你看到了白衣上的灰尘。但最要命的是什么？最要命的是很多人看到了灰尘，不是赶紧闭上嘴巴反省自己，而是反过来去怪周围的人，怪老伴咳嗽的声音太大，怪儿媳妇做事不合规矩，怪子女不懂事，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业障翻身才脾气大，让全家人都来迁就自己。只要你起了这个念头，你就已经走偏了，灯亮了，光照见灰尘了，这是好事。但是如果接下来咱们看不清这修行路上的三道业障观，你心里这盏灯不但照不亮你的家，反而会变成一把烧毁家庭和睦的无明火。我给他总结了一句话，嘴里念着佛号，心里却算着账。什么叫算着账？佛法里有个极其精准的词，叫有漏善。漏就是漏水的漏，你拿一个竹篮子去打水，不管你打得多辛苦，最后水全漏光了。很多人每天雷打不动地做功课，念佛诵经，表面上看着极其精进，可是他这颗心是个漏的底。漏在哪里？漏在了他把念佛当成了一场等价交换的买卖。他每天在佛堂里数着念珠，规定自己必须念满1万声、2万声，
潜意识里却是在跟佛菩萨签合同。菩萨，我今天交了1万声佛号的定金，您就得帮我把家里那件烦心事给办了，您得让我儿子听话，您得让我老伴的病马上好，您得让我家里的钱不折损。一旦事情没有顺他的意，家人还是不听话，他心底的那股无明火腾的一下就冒出来了。他不去想因果缘法，反而去埋怨佛法不灵，埋怨家里人业障太重，拖累了他。我认识一位王大姐，今年60多岁，退休好几年了。王大姐人挺勤快，但她有个极大的心病，就是她的丈夫老李。老李这大半辈子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痴迷炒股。可惜老李的眼光不行，总是追涨杀跌，屡战屡败，眼看着家里的积蓄一点点缩水，王大姐心急如焚。王大姐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她最怕到了晚年，两人老弱病残的时候，连个看病的钱都拿不出，最后落得个凄惨破落的下场。为了拦住丈夫，王大姐什么办法都用过了，吵过闹过哭过，但老李就是管不住自己那双手，背着她偷偷摸摸的还要买。后来王大姐开始信佛了，她听人说诵经能替人消业障，能改变家运。这一下王大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从那以后，王大姐每天雷打不动的在家里诵经念佛，她给自己定了极其严格的功课量，谁要是打断她，她能跟随急。每次做完功课，她在佛像前回向的时候，一定要加上极其明确的一句：愿菩萨保佑我老公老李，让他赶紧认清现实，彻底死心，再也别碰股票了。诸位，你们听听这话，这哪里是在回向？这简直就是在给菩萨下命令，是想借用佛菩萨的神力去死死捆住丈夫的手。王大姐自认为这是在替丈夫消业障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她每天念完经，第一件事就是旁敲侧击地去查老李的手机，去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红绿线。只要老李一天没把股票软件卸载，王大姐心里的火就压不住，说话夹枪带棒，满屋子都是叹气声和抱怨声。就这样熬了大半年。有一天下午，老李去洗澡，手机忘在茶几上没锁屏，王大姐凑过去一看，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，血压直接冲到了头顶。老李不仅没清仓，还偷偷把两人仅存的一笔20万的定期存款取了出来，全砸进了一只跌停的股票里，亏得惨不忍睹。王大姐那一刻整个人都崩溃了，她浑身发抖，脑子里几十年的委屈，对贫穷的恐惧瞬间化成了毁灭性的嗔恨。她不是冲进浴室找老李算账，而是直奔家里的佛堂。她抓起供桌上一把还没有点燃的香，啪的一声狠狠地折成了2截，砸在地上。这时候老李披着毛巾出来了，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。王大姐指着老李的鼻子，像疯了一样大吼：我天天起早贪黑的念经，我天天替你消业障，你居然还在偷偷造孽！你这种死不悔改的人，连菩萨都救不了你，你就活该下地狱！我告诉你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王大姐以为这番话能把老李镇住，能让老李羞愧难当，没想到老李看着地上断成2截的香，一点都没害怕，反而冷冷地笑了一声。他盯着王大姐的眼睛，回敬了一句极其刺骨的话。老李说：你快别装了，你哪里是在替我消什么业障？你心心念念算计的根本就是你存折上的那点钱，你拜的不是菩萨，你拜的是你的养老金。诸位啊，老李这句话虽然不讲一点情面，
却像一根毒针准准地扎进了王大姐的命门。王大姐原本准备了一肚子恶毒的话要骂回去，可听到这一句，她张了张嘴，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她呆呆地站在佛像前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王大姐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反反复复地想老李那句话。她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，老李说得对。她回想自己这大半年来的所谓修行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慈悲？她每天念佛的时候，脑子里转的全是数字，全是老李会不会偷钱。她根本不是把菩萨当成觉悟的老师，而是把菩萨当成了一个可以雇佣的讨债人，指望菩萨去帮她控制丈夫。当菩萨没有按照她的意愿交货时，她的信仰瞬间就崩塌了，立刻就把最恶毒的诅咒砸向了结发几十年的丈夫。这哪里是修行？这就是一场没做成的买卖，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控制欲。想通了这一层，王大姐没有再逼着老李去佛前下跪，也没有再去砸东西。她做了一个极其现实的决定。第二天，她心平气和地拉着老李去了公证处，把家里剩下的一套小房子和最后一点零钱做了婚内财产公证，明确了底线，保住了他最基本的养老钱。至于老李自己那点退休金，他爱怎么折腾，王大姐再也不管了。最神奇的是，当王大姐彻底放下了用念佛去改变老李的执念后，她在坐到佛像前念经时，心里那块1000斤重的石头不见了。她不再去查老李的手机，不再天天用因果报应去吓唬老李。老李虽然还在炒股，但看到妻子不再像防贼一样防着他，也不再整天揍他，家里的气氛反而缓和了下来。虽然谈不上多恩爱，但至少这个家里不再有那种让人窒息的火药味了。诸位，王大姐的账本，咱们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本。佛法里讲求不得苦，你把念佛当成筹码去跟因果做交易。你要求儿女必须常回家，要求伴侣必须顺你的意，要求身体必须不生病。可是个人的因果个人当啊，过去种下的因缘，怎么可能因为你今天念了几万声佛号就强行改变别人的轨迹？如果你一遇到事情不顺，立刻就生出嗔恨心，觉得老天不长眼，菩萨不保佑，那你就要警惕了。因为这说明你真正在拜的不是佛，而是你自己那颗填不满的贪欲和控制欲，这就是第一道业障关。可是有的人听了这话可能会想，我不求回报，我不算计因果，我就是一门深入地经静修行，我戒律守得极严，这总该清净了吧？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那南师要提醒你，你可能要一脚踏进比交易心更深更可怕的第二道陷阱里去了。这第二种反常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功课做得越多，你越觉得身边的人都没有修行。佛法里把这个毛病叫做我慢和法执。慢就是傲慢，法执就是把你学到的那么一丁点佛法知识当成了绝对真理，当成了一把到处去衡量别人的铁尺子。你仔细观察一下身边那些老修行，甚至你回过头看看自己，自从吃长素以后，看到家里人或者外面的朋友吃一口肉，你心里是不是立刻就会冒出一个念头，哎呀，这些人业障真重。看到子女不拜佛不读经，你就在心里给他们判了死刑，觉得他们没有善根，将来肯定要吃大亏。有时候老伴实在受不了，你每天在家里敲敲打打，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，你马上板起脸训斥对方，你这是在妨碍我修行，你知不知道这是在造恶业？
如果你自己声音大了发脾气了，你管这叫金刚怒目护持正法。别人要是敢反驳你2句，那就是不敬三宝断人慧命。诸位啊，你看看这个时候你的脾气还是脾气吗？它已经不是普通的脾气了，它披上了一件极其神圣极其华丽的佛法外衣。你发脾气的时候再也没有了普通人发火后的那种心虚和惭愧，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正义的化身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修行优越感才是最可怕的嗔心。六祖坛经里有一句极其著名的话，叫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。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偏了，以为不见世间过就是装瞎子，看到别人做错事也装作没看见，连是非对错都不分了。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老祖宗的智慧是告诉你，一个真正把心放平了的人，他的眼睛不会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缺点，更不会拿别人的过错来喂养自己的傲慢，同样是指出别人的错误。有智慧的人是用慈悲心在说话，他指出来是为了给对方留一条改正的路，他的心里没有那种要把人踩在脚底下的快感。可是被我慢控制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呢？他哪怕引用的是最深奥的佛经，他说话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高明，是为了让对方难堪下不来台。在南北朝时期，北周有一位皇帝叫宇文邕，历史上称他为北周武帝。这位皇帝可不是个昏君，相反，他是个雄才大略极其能干的人。他当政的时候天下大乱，他一心想要富国强兵，想要统一天下。他自己生活极其简朴，带兵打仗也是冲在最前面。在他自己的心里，他是个为了天下苍生可以牺牲一切的伟大君主。可是这位皇帝极其排斥佛教，当时佛教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有些出家人不守清规，有些寺庙占着大量的土地，和尚不交税也不服兵役。皇帝看到这些，心里升起了极大的傲慢和嗔恨。他觉得我是天下的主宰，只有我手里的权力和我的规矩才是绝对正确的，什么因果轮回，什么修行清净，全都是妨碍我建立强大帝国的绊脚石。于是他做了一个极其极端的决定，强行废除佛教。他下令要砸毁所有的佛像，烧毁所有的经书，强迫几百万僧尼全部还俗，去当农民和士兵。就在他准备下达这道毁灭性的圣旨时，朝廷里召开了一次大会。当时有一位非常有修为的得道高僧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站出来直言不讳地警告皇帝。高僧对他说，陛下，您依靠手中的皇权强行毁灭佛法，断绝众生的慧命，这是极其深重的恶业。您今天哪怕能把天下的寺庙都拆了，但将来的因果是毁不掉的。您这样做，死后必定会堕入阿鼻地狱，受无量苦楚。诸位，这可是当面的极其严厉的生死警告。一般人听了心里多少会有一点敬畏或者迟疑。可是皇帝听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？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，反而傲慢到了极点。他站在高高在上的大殿里，看着台阶下的高僧，突然放声狂笑。他指着大殿的穹顶，用一种极其自负极其悲壮的语气大声宣布，只要我的国家能够富强，只要天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朕就算下地狱也心甘情愿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满朝文武全都被镇住了，觉得皇帝真是太无私太伟大了。可是咱们用佛法的智慧把这层华丽的包装撕开，里面藏着的是什么？里面藏着的是膨胀到极点，
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我慢，以及对不服从自己的人极其残忍的嗔恨。他用一个宏大无比的理由，为了天下百姓，把自己的傲慢和固执包装得天衣无缝，甚至连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。结果呢，皇帝真的下令暴力砸毁了无数的佛塔金像。他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，可以无视世间的一切因果。然而仅仅过了4年，就在他36岁正值壮年，准备成就更大霸业的时候，他突然染上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暴病。史书上记载，他浑身的皮肤开始严重溃烂，痛不欲生。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中，这位狂妄的皇帝惨叫着死去了。他死后不久，他费尽心血建立的北周帝国也迅速土崩瓦解，被人篡了位，皇族几乎被杀了个干干净净。诸位啊，我为什么要在讲家庭修行的时候给你们讲一个古代帝王的故事？因为很多在家里精进修行的人，你们的心念跟那个毁佛的皇帝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千万别觉得你是个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，怎么可能跟皇帝一样？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当你在家里的客厅里，因为老伴没有顺着你的规矩来，因为儿女不听你的大道理，你气急败坏地指着他们大吼大叫，甚至摔砸东西的时候，当你用我这是在护持正法，我这是为了你们的福报好，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死死压制家人，伤害家人的时候，你心里的那种狂妄，那种唯我独尊的傲慢，跟站在朝堂上大笑的皇帝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分别吗？不论你用多么神圣的词汇去包装，不论你读过多少深奥的经文，只要你说话时的起心动念是居高临下的鄙视，是必须要别人服从你的控制，那就是极重的嗔心，就是在造极重的恶业。这种披着佛法外衣的我慢，最容易伤人，也最容易伤己。因为外人碰到你这种充满优越感的人，最多就是躲得远远的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。可是当你把这把冰冷的名叫修行的尺子带回家里，带到饭桌上，那些没法躲避的每天跟你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至亲骨肉，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这也就引出了咱们修行路上最让人痛心，最让家庭破碎的第3种反常，对外面的人极其慈悲，对家里的人却最刻薄。大家不妨留意一下，甚至回光返照看看自己。很多老居士在寺庙里，在道场里，那是真正的大好人。别人做错事，他笑着说没关系，逢人便念阿弥陀佛，帮别人干活。他挑最累的干活，不怕脏不怕苦。可是只要他一推开自家的防盗门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老伴一句平时说惯了的啰嗦，儿女一个不太耐烦的眼神，他心里的无名火腾地一下就压不住了。在外面像一尊笑眯眯的弥勒佛，在家里却像个随时要发作的阎罗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佛法在寺庙里管用，带回家就失效了吗？佛法讲因缘，外人为什么容易相处？因为外人只碰到你的礼貌，没有碰到你的执着，更没有触碰你的切身利益。你对外人好，是因为你不需要对他们的生老病死负责，他们也不会天天在饭桌上要求你什么，你们之间保持着一层客气和距离。可是家人呢？家人跟你有着最深的宿世因缘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越亲近的关系往往牵绊越深。咱们潜意识里有一个最顽固的执着，你是我老伴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就该顺着我，你就该支持我做功课。一旦他们没有按照你的规矩来，你觉得自己的底线被踩了，你的控制欲受到了挑战，
怒火自然就爆发了。我们常常用控制欲来代替爱，又用修行来给这种控制欲当挡箭牌。我认识一个老居士，咱们叫他张叔。张叔70岁了，是当地一个寺庙慈善厨房里的常客，更是那里的骨干义工。张叔天天起早贪黑，倒腾好几趟公交车去寺庙里给大众熬粥切菜。不管是遇到脾气多古怪的香客，还是遇到手脚不利索总帮倒忙的新义工，张叔永远是笑眯眯的，极其耐心地教导别人。寺庙里上上下下谁见了他不竖起大拇指夸一句，张大善人真是活菩萨。张叔极度享受这种被大家围着赞叹的光环。在道场里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修行人，可是谁也不知道张叔心里有一个极大的恐惧。他最怕每天天黑以后离开那个充满赞誉的寺庙，回到自己那个破旧的家，去面对瘫痪在床的老伴。他老伴前几年突发脑梗，半身不遂，吃喝拉撒全在床上，连翻身都困难。张叔白天在外面做菩萨，把所有的耐心和好脾气都给耗光了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闻到满屋子的药味，看到毫无生气只能躺在床上的妻子，他心底的暴躁就全涌上来了。老伴因为手不听使唤，稍微弄脏了床单或者衣领，张叔一边粗暴地给他换洗，一边恶狠狠地骂：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你前世造的孽，你现在不仅自己活受罪，还把我给死死拖住，害得我连个清静的日子都过不了，我怎么修得成正果？老伴中风后说话不利索，面对张叔的责骂，他无法反驳，只能默默地流眼泪。就这样，张叔把慈悲和耐心全留给了外人，把最难听的恶口、最冷酷的脸色全砸给了结发40年的妻子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一场大祸彻底爆发了。那天夜里，张叔盘着腿坐在客厅的佛像前，闭着眼睛打坐，手里敲着木鱼。老伴在里屋实在渴得难受，嗓子冒烟，想喝口水，就含糊不清地喊了张叔几声。张叔正觉得自己进入了清净的境界，突然被这几声虚弱的呼喊打断了，心里的火气瞬间窜到了头顶。他猛地扔下木鱼，推开里屋的门，几步冲到床前。他指着连翻身都做不到的老伴，扯着嗓子大吼：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我在外面忙了一天，现在正在回向给十方众生，你能不能少给我添点乱？老伴被他这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吓得浑身一哆嗦。他看着张叔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，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。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再也不出声了。从那天晚上起，老伴就开始拒绝进食，为什么吐什么，连水都咽不下去。没过几天人就不行了，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救室。张叔站在急救室外面，隔着厚厚的玻璃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微弱的波纹，看着插满管子奄奄一息的妻子，他整个人突然像被抽空了一样，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走廊的长椅上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才真正看清了自己那颗虚伪的心。他天天在寺庙里熬粥，口口声声说要度十方众生，那是真的慈悲吗？根本不是，那是他为了逃避家里这个瘫痪的妻子，逃避那种繁重枯燥连一句谢谢都听不到的照顾责任，而给自己找的一个极其华丽的借口。外人夸他两句，他觉得飘飘欲仙，可是面对需要他端屎端尿，曾经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伴，他却嫌弃对方挡了他的修行路。这不是大善人，这是极其冷酷的自私。张叔在急救室门口蹲下来，
狠狠扇了自己2个重重的耳光。后来万幸老伴抢救过来了，张叔也彻底变了，他辞去了寺庙慈善厨房的所有职务，再也不去道场里争那个大善人的面子了。每天天气好的时候，邻居们总能看到张叔推着轮椅，带着老伴在小区楼下晒太阳，耐心地拿纸巾给老伴擦嘴角。诸位，张叔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希望大家今天也能把这个道理装在心里。真正的菩萨行，绝不是绕开身边最难相处、最需要你的缘分，跑到外面去摆出一副慈悲的架子。佛法里讲逆增上缘，什么意思？你家里那个最拖累你、最让你心烦、最难伺候的人，其实正是来考验你真实心性的考官。如果咱们连身边那个照顾了咱们半辈子，现在最虚弱的人都包容不了，你就是每天念破了喉咙，把经书背得滚瓜烂熟，你也只是在修虚荣，根本没有修心。所以说家里从来都不是修行的障碍，家里恰恰是业力显行最快的地方，也是最考验咱们真功夫的道场。你在佛堂里面对着木雕泥塑的菩萨，心里觉得清净平稳，那不叫真本事，那只是因为环境清净。等你出了佛堂，坐到饭桌上，面对老伴的一句唠叨，儿女的一次顶撞，你还能把那股伤人的火气压下去，还能守住这张嘴不去造恶业，那才叫真功夫。咱们讲到这里，修行路上最容易走偏的3道关卡，把佛号当交易来求回报，拿佛法长出高高在上的我慢，对外慈悲，对家里却最刻薄，都已经明明白白地摊开在大家面前了。如果你听完之后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这3种反常的影子，也不要害怕，更不要内疚。就像咱们前面说的，光照见灰尘了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醒过来了。接下来最要紧的是怎么拿扫把去扫地，那些已经翻腾起来的火气，已经冒到嗓子眼的脾气，咱们该怎么把它化解掉，不让它烧毁了家里的福报。我给诸位留了一套极其好用的，专门用来管住脾气和口业的7日转业功课。这套功课不用你每天多念几个小时的经，也不用你搞什么复杂的仪式，它只有4个极其具体的步骤，全都要落在你每天的饭桌上、客厅里。只要你能照着做满7天，我保证你家里的气氛绝对不一样。第一步叫做早间发愿，把你的控制欲转成真正的慈悲。很多老居士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漱干净，去佛堂上香做早课，这本来很好。可是你们回想一下，你做功课的时候心里是怎么发愿、怎么回向的？很多人一边敲木鱼，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，菩萨保佑我那个不懂事的儿子赶紧开窍吧，保佑我那个不听话的老伴赶紧认错吧。诸位啊，这叫发愿吗？这叫告状。你这不是在修慈悲，你这是带着一股强大的控制欲，在求菩萨帮你去教训家里人。你带着这种贪求心去念佛，念得越多，心里的怨气越重。真正的早间发愿该怎么做？从明天早晨开始，你站到佛像面前，先别急着数念珠，你先在心里结结实实的发一个最简单的愿。今天这一整天，不管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人，不管家里人做错了什么，我都愿意先看自己的念头，绝不用佛法去责难他们。等你做完了功课，到了回向的时候，你挑一个家里最让你看不顺眼、最容易惹你发火的那个人，不要回向让他改变，而是把今天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愿他身心安稳，愿你自己能升起包容他的智慧。你记住了，
修行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。当你不再总想着怎么去改变对方，而是把贪求变成了祝福，你心里的那团乱麻一下子就解开了一半。第二步叫做日间摄心，截断嗔火，死死守住你这张嘴。发了愿，出了佛堂，白天过日子，难免会遇到摩擦，老伴可能又把地弄脏了，儿女可能又顶了你一句，这个时候你心里的那股火气腾的一下就顶到了嗓子眼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用自以为是的佛法大道理去教训对方，你这样做是要背因果的，你太没有福报了。诸位，这就是在火头上浇油。佛法里讲绝照，绝照什么？就是在火花刚冒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你能踩住刹车。南师告诉你一个最实在的做法，下次脾气一上来，不管你手里正在干什么活，马上停下，什么都别做，然后死死地闭上你的嘴巴，绝不在火头上跟家人讲一句大道理，更不要去争个对错。你在心里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默念十声佛号。我给你们一个死规定，必须等这十声佛号在心里完完整整地念完了，你再去决定刚才顶到喉咙口的那句伤人的话到底还要不要说出来。往往十声佛号念完，你再看眼前这点事，就会觉得根本不值一提，那句恶毒的话也就咽下去了。真正的忍辱不是把委屈死死憋成内伤，而是在第一把火烧起来的时候，不让它烧到最亲的人身上。截断了这句恶口，你就截断了今天结下心愿的因果，这就叫摄心，这就叫真修行。第三步叫做夜间真忏悔，绝不留隔夜的嗔恨账。到了晚上睡觉前，很多人也会在佛堂里忏悔，但是很多人的忏悔是假的，他跪在垫子上，对着菩萨痛哭流涕，说弟子今天没忍住脾气，我错了。可是第二天一早起来，看到老伴的脸，接着又是一顿大骂。这种只对泥塑木雕认错，转身却不去向被自己伤害的活人道歉的做法，只是在给自己找心理安慰，根本没有用。真正的忏悔必须截断旧有的恶行。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你躺在床上，不要再去想白天谁对不起你，你只查3笔口业障。第一，今天我最看不顺眼的是家里哪个人。第二，我今天脱口而出的哪句话可能像刀子一样伤了对方的心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明天天亮以后，我能拿出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实际行动去把这个窟窿给补上，想不清楚这3件事就不算忏悔完。绝不能带着对家人的怨气入睡，这叫不留隔夜的嗔障。第4步也是最后一步，叫做7日之行，破除法执，用家人的反馈来检验真假。道理听得再多，不去行动，那全是在骗自己。这套功课我给你限定一个时间，就7天。在这7天之内，你要强迫自己去做3件现实中的生活小事，把你的法执和傲慢彻底打碎。第一件小事，少翻一次旧账。只要家里人起了争执，你准备把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骂人的时候，硬生生把它吞回去，一次就好。第二件小事，主动承认一次语气不对。如果你白天没忍住，对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了，不要等，立刻去倒杯水或者走过去，只说一句刚才是我语气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不用讲大道理，就认个错。第3件小事，替那个你平时最烦最看不顺眼的家人做一件不求任何回报的小事，哪怕只是吃饭的时候顺手给他递一张纸巾，不要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心，就是本本分分地做一件事，
诸位啊，这7天过去，怎么判断你这套功课做没做成？不要去管你晚上有没有梦见佛光，也不要去管家里有没有出现什么吉祥的征兆，你只看3个最现实的变化，看看家里人是不是比以前更愿意跟你坐在一起讲话了，看看你们在起争执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少说了一句像刀子一样伤人的话，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能更快地发现自己要发脾气了，而不是每次发完火砸完东西才想起来后悔。只要这3点有了一点点改变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把那些翻腾起来的业障和习气真正化成了修行的甘露。其实修到最后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个原来让你最头疼的家，恰恰是你这一生最容易成就的道场。好了，今天跟诸位讲的深透了些，我知道有些朋友听完一转身回到饭桌上，可能又把这些话给忘了，怕你们忘记，南老师在这里再啰嗦一遍，这3个最要紧的道理和对治的法子，你们务必装在心里，平平安安带回家。第一，念佛就像是在黑屋子里开灯，它照出了你藏着的脾气，这绝对不是让你拿着佛号当借口去发火压人。下一次只要你觉得脾气顶到了嗓子眼，先闭上嘴，在心里结结实实念满10声佛号，再决定这句伤人的话还要不要说出口。第二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，千万不要生出高高在上的我慢心，拿佛法当成管教家人的铁尺子，看到家里人做事不合你的心意，赶紧收回你那根指责别人的手指头，先问问自己，是不是那个自私的控制欲又犯了。第三，因果从来不是买卖，不能因为你今天念了几万声佛号，就逼着菩萨马上让你事事如愿。把你每天做功课的功德发心回向给家里，最让你不顺眼的那个人，咱们只改自己，不求别人。诸位，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脱离这人间的烟火气，更不是逃避家里的柴米油盐。佛号念在嘴里，那只是一串声音，把佛号念到脾气里，能降服住那团无明火，这才叫真功夫，真正的消业障。不一定是非要看到什么神奇的感应，它往往就发生在你原本一定要骂出口的一句话，突然愿意咽了下去；原本一定要争个输赢的一件事，忽然愿意放手了；原本最让你心烦的家人，第一次被你平平静静地听完了唠叨，等到有一天佛号念到连你家里人都不再怕你，愿意亲近你了，你心里的这盏大光明灯才算真正照亮了你的家门。修行从来不是1天2天的事，转业障也需要大家一起共修。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几句实在话能解开你心里的疙瘩，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支持善念继续在这个世间流通。你每一次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，其实都是在提醒他们少发一分脾气，少造一次口业，这也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积攒深厚的福报。最后，我希望各位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，你可以写愿我修口修心，不再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，也可以写愿家和人安，以慈悲心照亮家门。你们要晓得，文字有力量，念头有能量，当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。你写下的善言会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身上，保佑你的修行日渐精进，家人平平安安，